003航母电磁弹射安装画面曝光，为何这艘航母拥有全世界最强的电磁弹射系统？003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究竟比美国福特号强在哪儿？近日，网络上曝光的江南造船厂003航母最新卫星照引起外界热议，尤其是看到003航母甲板上正在铺设电磁弹射装置，这一幕也证实了003航母正是一艘电磁弹射航母。而003航母的电磁弹射装置也是被各路专家关注的重点。不少报道都指出，003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要比美国福特号航母的更加强大。003航母电磁弹射器的优势又在哪里？在003航母尚未入役前，全世界除了美国与法国，其他国家的航母都是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所谓滑跃起飞，就是靠舰载机自身动能产生惯性来引导飞机起飞。其典型特征便是滑跃航母的甲板都有明显向上的斜角。不过，滑跃起飞航母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舰载机需要足够的跑道助跑，意味着甲板存放飞机的数量有限。此外，依靠自身动力起飞的舰载机往往在重量上会受到限制，油量或者载弹量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为了解决滑跃起飞所带来的不便，航母舰载机弹射器应运而生。目前，航母弹射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与法国戴高乐级航母为代表的蒸汽弹射，一种是以福特航母为代表的电磁弹射。弹射器的基本原理就是为舰载机起飞时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协助舰载机起飞，这样一来就能节约舰载机起飞空间，让航母甲板能存放更多的舰载机。同时，舰载机起飞受重量因素的影响也将大大减少，而像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舰载固定翼运输机等重型飞机也能在航母上起降。若比较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技术差距也很明显。蒸汽弹射依靠航母蒸汽轮机提供动力，而电磁弹射依靠航母电力系统提供动力。随着电能技术的不断升级，电磁弹射在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也更加明显。因此，美国最新的多艘福特级航母以及中国的003航母都将采用电磁弹射系统。不少人认为，相比于蒸汽弹射，电磁弹射是最新的技术。电磁弹射器这样的装置要比蒸汽弹射器晚很多。毕竟，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给自家航母安装过蒸汽弹射装置，而电磁弹射装置要等到2017年服役的福特号航母才用上。但出乎很多人意料，实际上电磁弹射器的历史要比蒸汽弹射器还要早。蒸汽弹射装置是由英国科林米切尔中校在1951年提出的，但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人就开展了对电磁弹射技术的验证。不过，由于当时全球的电磁技术有着局限性，因此关于电磁弹射器的研究并没有延续下来，反而转为向蒸汽弹射领域开始探索。随着电磁技术的突破，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重启对电磁弹射系统的研究，而技术发展到今天，便是福特号航母上的4具电磁弹射器。中国在电磁弹射领域的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并不引人注目的。1996年，中国曾发布了一个口径90毫米的磁体级的样炮原型机，可以达到电能转换50%以上。这似乎是中国人将电磁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一个开端，不过要比西方晚很多年。然而，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2008年突然爆出马伟明团队首次完成一个电磁弹射器原理样机的科研攻关，并开展了1:1电磁弹射器验证设备的研制工作。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突然就掌握了电磁弹射技术。不过，即使是这样，中国的电磁弹射技术研究也要比美国晚很久很久。为何不少报道认定003航母的电磁弹射稀土要比美国福特号航母更强大呢？2015年，上海举办了一场中国工业博览会中，在这次博览会中，首次展出了中国超导电磁弹射原理技术模型以及一些介绍图。但就是这个样品的出现，却让大洋彼岸的美国震惊不已。很快，美国科学杂志便发表了一篇名为《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到最前沿》的文章，并且直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为何这一模型能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根据介绍，中国电磁弹射器与传统的电磁弹射领域研究不同，中国研究者们通过超导电机来作为电磁弹射系统的动力转换器，从而打造出超导电磁弹射。简单来说，中国的电磁弹射系统其实是电磁技术加上超导技术。超导技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指的是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一个临界值后，电阻变为零的现象。这样一来，电流就可以毫无衰减地持续下去。而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概念，中国知道电力通过导电体是可以进行远距离传输，就和高压输电线一样。但是电力在传输过程中往往会有能量损耗，造成电力系统不能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这种现象叫做电阻。而对于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来说，也会受到电阻的影响。电磁弹射系统中，通过将电磁力转换为动力的技术其实不难，难的是能量要如何在电磁系统中保卫稳定。航母的长度都在100米之上，而且电磁弹射系统瞬间产生的电力是巨大的，这同时意味着在电力传输过程中，电能的浪费也会很大，由此就容易造成电力不稳定或者过载的问题。此前，美国福特号航母在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屡次不稳定，达不到预想效果，就与这有关。但是，中国的超导电磁弹射系统便能解决这个问题。超导电磁弹射系统采用特殊的超导材料，使电能在传输过程中消耗大大减少，既能为弹射器提供充足的能量，也能保持整个系统工作的稳定性。那么，为啥只有中国能研制出这样的超导电磁弹射系统呢？一方面得益于马伟明团队攻克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使得整个航母电力能源得到保障，能让一艘至少8万吨的航母带动电磁弹射、电磁拦阻等装置。有专家表示，中国的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要比美国的中压交流综合电力系统领先至少10年。有更先进的电力系统作为基础，中国才能探索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另一方面，还得益于中国在超导材料上的进步。目前，中国在超导材料上的进步有目共睹，位于世界前列。而超导电磁弹射器所需要的铁基超导材料，中国更是超过了美国。而且，中国还是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记录的保持者，说是世界最强也不过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电磁弹射领域的进步绝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结合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超导电磁弹射在未来的运用不仅局限于航母，在导弹、火箭、航天器的发射上，超导电磁弹射可能将取代传统燃料点燃发射的模式，创造出一种可循环、低成本的发射方式，关乎到人类对于未来宇宙的探索。